2025年1月7日清晨，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突发6.8级地震，打破了高原地区的宁静。这场强震不仅震动了青藏高原，也震撼了每一个关注此事的中国人。据官方通报，截至目前，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，188人受伤。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心灵的创伤。早晨9点05分，地震毫无征兆地袭来，短短数秒之间，大地剧烈摇晃，房屋晃动不止。居住在定日县的周女士回忆道，当时她正在和老公睡觉，被地震摇醒后立刻冲出家门，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，匆忙地在零下10几度的室外避险。自从那天晚上地震过后，兄弟们都说了，洗完澡要穿着衣服睡觉。我都穿着好几晚了，可是我穿着衣服我睡不着呀。但是不穿又怕地震了以后往外跑，对吧？进马屁股没穿衣服，这好丑嘞。但是穿着衣服我睡不着，谁能告诉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好裸睡呀。他的经历并非个例，大量居民在地震发生时尚未起床，慌忙逃到户外，街道上挤满了避险的人群。虽然城市中的建筑物暂未出现大规模倒塌，但内心的恐惧却蔓延至每一个人。都说地震的时候要赶紧跑，你们看看现在这样的房子，地震的时候跑出去就安全了吗？一点宽阔的地方都没有，一栋楼挨着一栋楼，真的要是发生大地震，躲都没地方躲。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当初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买的房子，现在住也不是，不住也不是。以前满心向往的城市生活，现在只想快点逃回农村。地震之后，余震频繁，甚至达到5级以上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。人心惶惶，你看你人碰着呢。你看这些人白天晚上帐篷都搭着在外面，这么怕死。一位正在通往珠峰大本营途中的游客描述了那一刻的恐怖，山体碎石滚落，旅程变成了一场逃亡。I was on Everest in my Camp 1 at 5,700 meters, and well, my tent was shaking pretty intensely, so I woke up, I looked out, and I saw many avalanches coming down, seracs collapsing, big chunks of glacier like exploding, and a pressure wave hitting my tent, doing some damage there, and well, it was a spicy moment. 网络上许多网友表示，他们的手机收到了弹窗预警，包括四川、云南、青海等地的居民也感受到了震动。西藏又地震了，西藏日喀则今天早上，就是1月7号早上，9点07分的时候，6.8级的地震，6.8级呢。我就说我今天早上就不舒服，我这是在甘肃呢，我就感觉我头晕、恶心、不舒服。就是当年那个08年吧，0几年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，我还在车间里面，药厂车间里面上班，然后我就难受的不行，我就躺在了地上。过没多大功夫，我们领导就打电话喊往出跑，地震了。我那时候就头晕的恶心。今天早上我又感觉到了，不知道是地震，反正就感觉头晕的很，难受的很。然后刚才我刷视频呢，说西藏地震了6.8级，哎呀，我当时我真的那个眼泪都要出来了，6.8级呢，哎呀。然后我刷了一下评论，然后好多人说甘肃有那个甘肃好多地方都有收到了那个预警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咋说呢，反正希望大家都平安吧，也不知道这2年到底咋了。虽然大多数地区震感较弱，但灾区的破坏力却极为惊人。官方救援队伍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行动，搜救可能被埋压的幸存者。然而，地震发生在高原偏远地区，交通不便，气候严寒，为救援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。因为这次受灾面积是比较广的，前往各个村，了解这个咱们的受灾情况，以及一个哪里需要一个被困人员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，前线的救援人员顶着零下的低温与时间赛跑，
只为多救一个生命。灾区的民众被暂时安置在简陋的救援帐篷中，这些蓝白相间的临时居所成为他们在灾后仅存的避风港。临时安置点虽然简陋，却承载着人们对生存的希望。截至目前，已造成126人遇难，188人受伤，数字仍在不断攀升。由于中共有一贯隐瞒重大灾情的传统，所以此次地震的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当局公布的数据。这个村庄27户死了2人，真的是让人太痛心，还有很多伤者。我也在这里帮忙运人运伤者。该地震还导致3609户房屋倒塌，超过46500名居民受灾。震中位于定日县错果乡，该地区平均海拔4500公尺，周边20公里范围内有3个乡镇、27个村庄，约6900人。地震发生后，超过14000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展开紧急救援行动。由于当地气温低至零下10几度，救援工作面临严峻挑战。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将地震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。现在所在的是定日县长所乡的普农村。7日21时15分，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获悉，根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相关规定，指挥部决定将定日县地震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升至1级，进入1级地震应急响应状态。灾难无情人有情，地震消息传出后，无数中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关心与支持。愿逝者安息，愿生者坚强，成为了网络上频频出现的祝福语。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，向灾区运送物资与援助，展现了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团结与力量。目前受损的国省道路段已基本抢通，救援物资正陆续运抵灾区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次地震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，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。此外，国际社会也纷纷表达慰问和支持。由于震中位于珠穆朗玛峰附近，部分登山者报告感受到震动，但目前未有登山者伤亡的报告。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，相关部门正加紧核实灾情，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。目前我所在的是此次的震中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错果乡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的房屋损毁非常严重。据了解，此次地震已经造成人员遇难，但是目前在这里的剩下的居民都已经被转移到了安置点，当地干部正在进行安置。目前已经有消防、军区以及移民警察等多种力量投入救援。每一次地震都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反思。灾难给定日县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，但在全国的关注与支持下，相信灾区一定能够渡过难关，重新建设家园。这场地震也再次提醒我们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性，以及如何在灾难面前提高自救能力和应对效率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，也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曾经平静的村庄化为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。这房子全部倒了。这房子是不是也是刚震的？是。破碎的墙体和倒塌的屋顶，仿佛一场无情的巨手，将所有的一切摧毁殆尽。村道上满是散落的砖瓦和家具残片，昔日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。数千间房屋在顷刻间化为平地，留下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景象。人们在废墟中踉跄而行，寻找着亲人的踪影，也试图挖掘出属于自己的仅存物件。他们的面庞满是尘土与泪水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。破败的村落深藏着贫瘠的过去。这次地震像一面残酷的镜子，揭露了藏区村民生活的困境与艰辛。原因啊，这什么原因啊？这什么原因啊？我们老家什么原因啊？全部地震了，全部坏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没有坚固的房屋，没有完善的设施，地震暴露的不仅是自然的力量，还有西藏民众生存环境的脆弱与无奈。在这片废墟上，痛苦和希望交织。即使现实残酷，灾民们仍然试图重建家园，用颤抖的双手清理瓦砾，将一丝光亮播撒在满目疮痍之中。中共曾宣称当地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，然而地震的惨况却揭露了真相。从现场的影像画面可以看到，当地许多倒塌的民房都是用土砖砌成的，其中还是不少房子是用土坯建造的，
想想这样的房子能顶得住地震吗？房顶掉下来了，地震了，看到没有？房子都塌了。看，看，哎呦，房子都塌了，看到没有？有网民说道，西藏的这次地震让全中国的民众看到了西藏农村贫穷的真实面目。如果不是因为地震，没有人知道当地民众到底有多贫穷。这震中，震中2000万的房子，我靠，这个房子这明年肯定完了，学校这还是126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，让我们倍感痛心。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祈祷，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，灾区早日恢复平静。希望通过影片回顾这个事件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自然，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。